你今天好吗？欢迎收看疗愈编织，我是君。今天我们一起勾一个斜肩背以及手拿两用的包包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勾34个锁针。34个锁针。33之后再勾一针，这是起始的针目。我们一样翻到背后，在里3的位置，第33针背后里3的位置，我们开始钩织短针。所以第一排的位置，我们必须要钩33个短针。我们可以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做一个记号扣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排，这对你而言不难。我喜欢从里3的位置钩织短针，因为这会让我们在缝合的时候更加的清楚。我们很快的完成了第一排的钩织，这是最后一针。我们完成了第一排33个短针，然后我们做一个锁针，这是第二排的第一针，然后翻转过来，我们在第33针的位置，注意哦，是第33针，这是我们的锁针，下方这个呢，才是我们要穿越的针目。我们在这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在同样的针目里面再钩一个长针。这非常的有趣，很简单，但是很有趣。这是我们的短针，这是我们的长针。我们一样在第一个短针的位置做一个记号扣，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针目。由于我们这2针钩在同一个针孔里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要跳过一针，好让针数是相同的。所以跳过一针之后，我们一样编织一个短针，再一个长针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之后，再跳过一针。下一个针目一样，这是我们第3组的花纹，短针、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跳过一针。
我们这样总共要编织16次。这个图案很简单，但是很好看。对初学者而言，非常的简单。我很喜欢做这样子2个不同针目的组合。这一行我们要小心编织，到下一行就会变得非常的简单。这是倒数第3针，我们钩一样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要跳过1针，到最后1针。好，这是我们的最后1针。最后1针，我们只要钩短针哦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第2排的编织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这图案非常的好看。接着我们要钩第3排咯，跟第2排一样，我们一样做一个锁针，然后翻转过来，在第33个针目的地方钩一个短针，再一个长针，然后跳过1针，一样，我们在第1个针目的位置做一个记号。你记得每次跳过的那1针呢，都是比较长、比较大的针目，这样你就不会钩错了。也就是第2排我们所跳过的针目，会当做第3排啊短针以及长针编织的位置。所以第3排之后啊，不容易出错。我们一样编织16这样子的图案16组。这款亚麻线呢，是比较挺的。它的线比较没有那么多弹性，因此啊，你可以放轻松的钩。倒数第3针，我们一样钩一个短针，还有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要跳过1针，到了我们的第33针。好，我们最后1针的位置呢，我们一样钩一个短针就好咯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第3排的编织。这个图案真的很不错。这款线也很挺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开始第4排。这样子同样的方法编织呢，我们要编到第29排。所以接下来第4排到29排呢，我们都是重复第2、3排的钩法。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之后跳过1针。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29排的编织。当我们完成29排的编织啊，这个图案非常的立体好看。我们就完成了包身。这29针是包身的位置，
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钩包盖，一样一个锁针，到第33针的地方呢，我们开始做短针的编织，也就是我们会编33个短针，就像我们第一排的位置一样。我们这样子总共要编3排，这会是包盖最上方的位置。所以在第30针、30排、31排、32排，我们都要编织短针，每一排各编织33个短针。这是我们32针，我们完成了。接着我们要开始编织第33针、33排。好，33排我们一样一个锁针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恢复跟包身一样的钩法。但是呢，包盖我们要做减针，所以这里请你注意哦。我们必须要钩2个短针，做减针的动作。从2个不同的针孔里面勾出线，然后在第2个针目的位置呢，再加1个长针，这是减针的方法。那我们记得要跳过1个针孔，再钩短针跟长针，然后我们跳过1针。这样子，我们要完成15组的编织。这是包盖的位置，我们做减针。起头的位置大家要注意一下。第1个针目跟第2个针目我们拉线，做一个合并的减针动作。这是倒数第4个针目，倒数第4个针目呢，我们会做一个短针跟长针。那我们是要跳过1针之后呢，我们在32跟33针的地方做一个减针的动作，然后我们再钩1个锁针，这是第34排。34排一直到41排，我们都要跟第33排一样，做一个减针，头尾做减针，拉出第1个孔、第2个孔，做短针，然后在第2个孔再加1个长针，之后要跳过1针。第4针的位置一样，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跳过1针，最后的2个针目呢，我们要做减针的动作，同时拉线，钩1个短针。这样子呢，你注意我们的包盖呢，就会开始边缘的地方，我们就会各减1针。所以它就会开始有一个幅度。接下去的35排也是一样的方法，先减针，然后再正常钩织。这是35排，我们一样先减针，在前面2个孔里面拉线，做一个短针，在第2个针目的地方，我们做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要跳掉1针，
继续往下织，直到第41排，然后我们把线抽起来，剪掉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把线头的地方藏起来。我们把线头藏起来。然后剪断，另外一边的线头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藏起来，再把它剪断，这样就完成我们的包身跟包盖的编织。那我们会先选图案，我想要选图案比较不那么突出的，当做我的前面，所以我在缝合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放在里层。这个你可以任意自己决定。像这一排啊的花纹是比较浮出来的，我会把它当做内里。然后啊，中间的这3排是短针，是我们刚才编织的短针，它会是在包盖的最上面。这是第30排，这是第1排。第30排跟第1排呢，我们会做一个缝合。我为了让缝合更紧密，所以我会把大针孔跟小针孔呢，缝合在一起。那接下来我们做记号扣的标示。为了让缝合的针孔不出错的话，我会在第一个针孔的位置呢做一个记号，然后第15、16还有30排都做一个记号。这是第一个针孔。短针的部分，这是第2个针孔。也就是我们钩短针跟长针的起始针目，这是第2排。这是第2针，然后再来起始针目呢都是比较短的部分，然后呢我们编织过去，再编织回来，这是最后一针，这是第3排的最后一针，所以它会有。它的针孔位置呢，这个呢是起始的针，那这是结束的针，起始的针，结束的针。所以呢，第一个针孔短针的部分我们已经做了记号扣，再来就是第2排、第3排、第4排、第5排、第6排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再来是12、13、14，好，第15个针孔的位置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记号扣，然后16孔，我们也做一个记号扣，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，第30排还记得吗？第30排短针。好，那这是右半部的部分呢，我们做了记号扣，我们在第30针、第1针以及下方的15、16针的这个部分呢做记号扣。那我们左边的地方也是一样，在第1针、第15、16还有30针的针孔位置做记号。
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缝合的动作。那我会选择朝向我的右边的这个部分呢，从底部呢开始做一个缝合，这样子啊会比较顺着钩针的手势。我会这样子勾上去，再往回勾。那我在右边的这个第15针跟16针的这个记号扣，我先把它拔出来，然后我来做穿线的动作。这两个针孔，第15针跟第16针，我将线抽出来。我们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再下2个针目，我做引拔针。这个缝合的动作，我们之前的包包也曾经使用过。那你可以将后面的线一并的藏起来。那你会注意到我们缝合的，我们朝向我们的部分是针孔比较大的，那后边呢是针孔比较小的。这样子呢，缝合的时候它会是非常紧密的。我们一边缝合的时候，我们后面的线，后面的线头呢，我们也把它多出来的那一条线头呢，我们也把它做一个缝合，把线一并藏在里面。所以你注意到，我上半部的是小针孔，下半部就会是大针孔。每一个针孔呢，都用引拔针来做一个缝合。做引拔针的缝合。好，接下去就是我们的第1针跟第30针，这2针呢都会是短针。我们把记号扣拔起来，然后把第1针跟第30针做一个结合，这会是我们右半部的最后1针，引拔针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个锁针，这会让包包更加的密合。接着呢，我们就在第1排的位置，第1排的这些锁针，33个针目呢，我们都会做一个引拔针。这样我们的线呢就可以直接钩织到左半部。33个引拔针。最后的2针，然后我们再上一个锁针，再钩一个锁针，再来缝合左半部，跟右半部是同样的方法。这是短针的第1针，跟第30针做一个缝合。
这样我们就完成我们的包身的缝合。这是最后一针，左半部的最后一针，第15跟16个针目的位置。最后一针编织完之后呢，我们就将线拉起来，剪断之后我们就做一个缝合的动作，做一个长线的动作。我们就把线藏起来，好啦，我们的包包就缝合完毕了。然后我们来翻面，将包包翻过来之后呢，它自然就有一个厚度。这是我们的包盖部分。那上面呢，那3针短针就会刚好是在包包的上方。那接着呢，我想要做包盖的收边动作，我会选择一个比较小号的钩针，让我的收边更加的服帖。我会在第3排的短针，我会从第3排的短针开始，那就是这个针目，我会从这个地方开始。那我要钩织纽花针。首先我先钩一个短针，我在同一个针目，也就是短针的这个部分，我做一个纽花针。它的编织方法其实跟短针很像。你将线抽出来，记得后面那个线头也要顺便一并把它藏起来。拉高之后，我们线要拉高一点，然后做一个逆时针的扭转，再把它勾起来。你记得要放轻松一点，然后将线拉长一点。把线拉长，逆时针转圈，钩织。这个叫做纽花针。纽花针呢，很适合包包包圆的部分呢，做一个收边。接下去呢，我们都是用纽花针来钩织。这是右半部第32排一直到第41排的纽花的编织。我们做收边的动作。32排一直到41排。好，这是第41排完成。完成之后呢，我们上缘的部分呢，锁针的部分呢，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来做收边。
这个收边图案啊，非常的好看。后边的这个针目啊，后边的这一条线呢，我们可以把它剪掉，因为啊，之前已经呢，藏在纽花针里头了。我们钩织到左半部，一直往下钩，钩到第32排的部分。最后呢，这个32排的部分，我们做一个短针做结束，然后我们把线头剪掉，一样长线。这样子呢，我们的包盖的边缘的部分，我们就做一个收边。这样我们的编织就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整卷毛线呢，我会剩下一点点线而已，但是这些线并不够勾包带，所以我这一次会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。我这一次呢，用一个金属的圆环，我做包扣。金属圆环的包扣非常的非常好使用。你会发现编织包当中我们常常会用到这样子一个锁扣，这样的锁扣是不需要缝合的，我们只需要把它扣上去就好。在包包的两边，我们做上我们加上这个扣环。另外一边也是哦。我们把扣环放上去，好啦。接着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缝包包的包扣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将线因为这是3股线合成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将其中的一条线抽起来，当做我们缝合的缝线。你会发现它有3股线，抽线也是很有趣的经验。然后我们放到缝针里面，我们开始来缝合这个包扣。由于我们的包包比较大一点，包盖也比较宽，所以呢，我会在两旁缝下包扣，这样会让包盖起来的时候是更密合的。我一边缝合的时候，我会把线头也一边藏起来。我们将包扣缝起来。将它的4个边角缝起来，
一边也是将它缝起来。缝好啊，上边的部分呢，下面呢，你要对准啊，对的位置做缝合。所以你可以先将包扣2个，先把它扣起来，然后找到合适的位置，我们再开始进行缝合。好，我们确定啊，扣起来的位置会是在这里。那我们再把它缝合起来。好啦，我们上下的包扣都缝合起来了。那我会觉得啊，这样有点单调，所以呢，我会选择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纽扣，然后做装饰性的把它缝起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包包的长度大概20公分。大概是20公分，那它的高度大概是12公分，所以它可以装的东西不少，它可以是化妆包。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编织呢，不够立体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一个内胆包，小小的内胆包放在里面，那么可以来增加它的硬度，这样形状就更好看了。然后这次我选择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包带，这个包带是2用包带，它大概有120公分左右。当我把它扣起来的时候，它可以是一个斜肩带的包包，它可以斜肩背。然后呢，如果呢，我再把它的这个链子的部分呢，跟我的圆形扣做一个结合的时候，它又可以变成手提包。所以我选择的这一个包带它可以2用。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呢？如果你和我一起完成了这个2用包，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成就哦。让我们在这趟疗愈的编织中，与自己来一趟美丽的邂逅。也请继续的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、分享，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。